许多人对我早睡早起感到非常的不相信，这个实在是让我觉得很遗憾。好，总之今日呢早起直播的原因就是我想要试试看能不能够一早起来就直播，然后我再去健身，好不好？这么早干嘛？因为我每天都这么早起床啊。我这么早起床之后，我跟你讲，平常我都在那边沉迷于 AI，就问他一个问题，然后叫他设计这个相关的题目，然后再讨论这件事情到底 O 不 OK，这个然后一路走，所以我索性想说，这个时间不如我做完直播之后，然后我再这个出去做运动，所以很好，谢谢仙力泡，直接开心的跟大家打招呼。还有网友说没有声音吗？呃，其实不是，是你耳朵长了什么东西，很久没有用啦，所以希望你一早起来去割包，干脆健身直播。最近都有在健身，只是没有直播而已啊。来啊，今天的内容呢是云端资料中心，因为我上一次抖内之后，网友已经通过目标，所以我准备做一连串的 AI 相关的议题。那今天是晨间 AI 议题的开始，而且最重要的是，你不会觉得这样对通勤来讲很方便吗？就你一边走在路上一边听，然后这个听到什么东西你就继续往下走，继续坐车，继续吃早餐。因为我发现我们有很多人对我们的直播不一定是跟现场他很多是，你看轩一炮就是啊，他说这个外商公司基本上就只能用这个生态模式，所以他难得跟到晚上，好不好？那所以他难得跟到晚上，那早上他就跟到了，也不是辛苦了，早上起来刚起来没开嗓啊，妈哪谁睡了一个晚上，早上起来但没关系啊，可以听就好了。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概念呢，很简单。今天有两个数字看到的时候，你如果真的对台湾的 AI 未来有所理解的话，你看到这两个数字，你真的笑不出来。第一个，台电同意的资料中心用电申请，因为资料中心是用电大户，总共超过3个 Gigawatt，但是其中超过70%以上呢，申请预期没有走完流程，案子作废。要盖的人呢，先抢先赢，申请了，结果自己没来。那第二个，河南一家味精厂跨界去买辉达的 H800伺服器，隔天就收到上海证交所询问函，说：“你不是做味精的吗？为什么要开始搞这一个算力嘞？就跟那个游戏叉子一样，你裁员，但是你怎么说你要做 AI 做算力啊？所以全世界都在抢盖机房，而台湾盖不起来，对岸盖了没人用。来，今天是2026年8月4号啊，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走在云端，但其实云端并不轻。我们会聊到曾文生、算力银行、莲花味精、万国数据，还有 Star Cloud。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吗？早上的直播我们准备要开始喽！来，这个坏掉龙龙九说，请支持报废硬碟、碟盘、单人阿尔巴老猪，并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请问老猪助打气，谢谢。我们置顶的那个丰裕蜂蜜是有红蛋比蜜，只卖2个星期，现在剩1星期半了。他说：“的确，上之哥昨日也大致分析了 AI 中美不同的战略。但是上之哥的直播是在各地车上、这个念佛房间中随时做。”陈小润说：“家里有小青女王，就是要找独处的时间听回放，早上也可以嘛。”山仔医生说：“帮忙完成父亲节专题。”好，
接下来要开始啊，今天的定场诗是云本无经落作灾，千亿产生动尘埃。表外长珠谁画押？轮机五载运难来。空楼满架蛛丝结，未诉方中算利财。莫道新街能解热，账单终究寄回台呀。我们先从一则没什么人注意的新闻开始哦，因为之前我们每次讲到资料中心 AI， 讲到台湾缺不缺电呢，都会笑这个禁令，但现在没有办法了，他偷偷的转弯，大街打人，小巷道歉。2026年7月15号啊，台电董事长曾文生在立法院讲了一段话，他说，随着大潭电厂的新机组已经可以调度，协和电厂改建也通过了环评，桃园跟基隆如果能在电厂附近规划 AI 资料中心专区，那么原本的限制呢，可望有条件调整。什么限制？我们之前每天都会讲，全世界都在抢盖 AI 中心，只有台湾限制不准盖 AI 中心。你不会觉得这很荒谬吗？因为它的确很荒谬。它荒谬到什么程度？2023年9月开始哦，台电暂缓受理桃园以北契约容量5 MW 以上的资料中心的用电申请，将近2年。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呢，本身就已经很不得了了。全世界现在在干嘛？全世界在抢盖资料中心，美国在抢，中东在抢，日本在抢，韩国在抢，马来西亚跟印尼抢到快打起来，而台湾这个生产全世界 AI 伺服器的地方，用行政手段把北台湾的资料中心用电申请冻了2年。然后现在松口了，松口的条件是什么？你搬到电厂旁边。来，在听直播的各位，先不要急着骂，我们先把5 MW 这个数字弄清楚，因为这是整集的第一个制度，跟全世界罕见的限制。5 MW 是多大？曾文生自己讲了一个直观的比喻啊，他说大概5 MW 的用量，相当于台电总部2栋大楼，或者是台北车站旁边那栋摩天百货整栋楼的用电量。听懂了吗？台湾的用电量，台湾不缺电，但台湾用电量的管制呢，不是超级电脑，不是什么兆级 cluster 重级，是一栋百货公司的用电量，我们就不准你弄。你是不是很荒谬嘛？同一时间哦，美国那边一个资料中心园区哦，动辄规划到1 GW，1 GW 多少？是1000 MW，是我们台湾这个门槛的200倍。这个对比不是要证明台湾很烂，这个对比要告诉你说我们已经落后多远了，而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台湾缺电。缺电之外呢，他还要告诉你偷偷摸摸说，我们这个东西过环评了，环评是会发电，是不是？怎么可能？然后说，那你要搬到电厂旁边去，我这样讲，你今天用这种百货公司的电量来限制资料中心，本身很可笑，好不好？那所以你家里刚好在桃园以北的各位，你可能会想，那不就是缺电吗？讲来讲去还不是缺电。真正的问题哦，不是全国发电量够不够，是因为你废了核四之后，北台湾没有近距离的提供大量电量的发电厂啊，特定的一个变电所，那一条输电线能不能在2年之内多吐出50 MW、100 MW 的稳定电力给一栋全年无休、24小时满载的建筑物？资料中心盖起来要多久？2到3年。一座大型电厂，一条高压输电线盖起来要多久？7年、10年，甚至更久。AI 的产品中期呢，用月算，电力基础设施是用10年算。
这时间差就是今天全世界资料中心冲突的总源头。你把这句话记住，接下来3个国家的故事全都是这句话的不同版本。好，然后我要讲一个更刺激的数字，这是报道者整理出来的台电同意过的资料中心用电案件，就是人家申请，台电同意了，你已经申请了，台电也说 OK 可以盖，总量超过3个 GW， 但其中超过70%预期的没有继续往下走，案件作废。这什么概念？不是台电不给哦，台电已经在全国可能很缺的那个电力里面挤出了电量来，结果拿到同意书的人自己没有来。所以啊，这一章的问题是，那到底是缺电，还是拿到同意书的人自己没有来？在听直播的各位啊，这个问题就是今天整集的核心，答案比缺电还要难听得多。所以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踢爆说辉达根本没有要来台湾盖资料中心，因为台湾缺电啊。他在那个北台湾，不对，在那个北市科要盖的就是一个办公大楼，而且这办公大楼还不能超过5 megawatt。有黑赤渊说朱大早安，好，我赶快讲完。因为当我们把镜头转到美国、转到中国，你会发现同样的一件事情正在发生，全世界都在宣布，全世界都在剪彩，全世界都在画简报，而真正插上电、真正有人在用的，比新闻稿上少非常非常多。台湾的问题不是盖不起来，是就算能盖也没办法盖。美国的问题是盖了付不出钱，中国的问题是盖好了没有人用。3个地方3种病同一张账单，那怎么会搞成这样呢？我先不讲，你自己看一下就知道。来，我先念一下斗内这个黑赤渊哦，这个是我们上次来参加网剧很久没出现的网友，因为他家的天竺鼠还是仓鼠生病了，不吃饭。人类就没有这个问题。骗手贱说既然有早场嘛，靠腰你还不是这样子时间来？然后那个什么 ，No Beer 说正好做早餐，哎，还有北美很舒爽的直播也很开心。然后还有网友又说没声音，妈干！今天早上是早起不割包皮，对吧？来，轩尼炮刚刚跟他说过早安了，希望他也是开心的玩了一整天，那个 AI。然后山仔医生说帮忙完成父亲节专题，阿三抖一个运动超能蛋白饮料，哎，我不喜欢喝那个东西耶，因为那个东西对肾脏会有负担呐。那 Mr. 阿卡塞说朱大早安，准备移动挂听，请支持九哥使用报废硬碟盘单人阿鲁巴朱大活动，请各位网友别吝啬按赞，手机热推，有余力者烦请点选置底，因为以前置顶，结果后来变置顶啊 ，YT 真莫名其妙。移价至阿宅福利社选购精选商品，信工，然后那个云章也有。然后哈尔滨水饺，还有丰裕蜂蜜，开心哦。Eastchase 说朱大早安，还以为是不是弄错了什么，没想到真的是直播。No B 尔说猪仔早安，谢谢分享，希望你在加拿大一切愉快。紫金说，紫金尼是你捞不到鱼，以为是幻觉的清晨直播，不是。阿敏说，因为他那个声音连到 AI 眼镜上去了，在充电，所以没声音。来 ，Vanina Chang 说：“各位早安，一早跟上直播，小小赞助支持本频道。你看，今天早上赞助的人，终于可能让我们把那一个没有人要庆祝、没有人要参加，甚至没有高铁疏运的父亲节，终于要搞定了。我们要坚持要做8月8号的父亲节专辑，但是昨天连一半的斗内都没有，你看真尴尬。来，我们继续往下走。为什么要继续往下走嘞？因为就在这个反反复复的状况之下呢，云端有重量，
我们把时间倒回去一点，讲一个名词的问题 ，cloud。cloud 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是谁想出来？我不知道，本集也没有要探讨谁想出来 cloud，但我要说，这是人类科技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公关诈术。云是很轻、很飘、看不见、无重量的。你的照片在云端，你的档案在云端，你的 AI 女友在云端，听起来像是。听起来像是这些东西住在天上，不占空间，不吃东西，不需要付水电费。错，但云端又不是织女，云端要下地的啊，云端不在云里啊，云端在彰滨工业区，在龟山，在维吉尼亚州的 Ashburn， 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市。云端是一栋窗户很少的长方形建筑，里面塞满了黑色机柜，屋顶上有一整排冷却风扇，24小时在转，旁边拉了一条超高压电线。我跟你讲一个最简单的比喻，你就懂了。你家的冷气呢，一台大概1k 瓦，1000瓦，1000台冷气一起开，1 瓦，5000台冷气同时开，不关机不休息，一年365天，那就是台湾管制的那个5 瓦的门槛。现在美国人那些在讲了，它的云端的耗电量是多少？1 瓦的园区，1 瓦等于100万台冷气同时开，一整座中型城市的用电塞进一栋建筑物里面。各位，你如果收到电费，你就知道那个重量了，而且事情还没完，事情还没完，因为电进去了，会变成什么？会变成热啊！热力学第2定律啊，物理学不打折，你灌了1度电进去，它不会凭空消失，最后几乎全部变成热能。所以资料中心真正的技术难题，从来不是怎么算，而是怎么把热弄出去。弄热、运热出去有2条路，这2条路是这一集第一个等价交换的现场。第一条，水冷，蒸发式冷却，省电，但是耗水，因为那个水最后会蒸发掉，因为最大的吸热是在蒸发从液相变成气象的时候。第2条，气冷，省水，但吃电。吓我一跳，诺比尔说老朱脸书直播有开，我说对啊对啊，我今天特别记得了。来，有些业者跟你讲，我们是零耗水资料中心，所以我们对环境没有影响。这句话是真的，但不完整。它没有削减代价，它只是把代价从水表移到电表。这是我们节目讲了无数次的那件事，没有免费午餐，你不可能既要算力又不要电还不要水，你只能选择你用哪一种形式付钱。然后是第3个，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叫就业。各位之前不是一直有宣传，哇靠，脸书啊 Google 啊资料中心来彰滨工业区了，他妈会掀起很大的就业潮结果并不是，好吗？并不是。各位以为盖一座资料中心会带来多少工作？施工期确实很热闹，几百、成千个工人。盖完之后，一座大型资料中心，就一整座城市的耗电量，正式营运的全职人力大概就几十个人，而且里面有相当比例是保全、清洁、机电外包，就是来整修那个电压不稳、来整修那个变压器的外包人员。一栋吃掉一座城市电力的建筑，养活的人数可能比不上你家巷口那条街的店面总和，资源消耗高度集中，永久就业相对稀薄。
利润呢？利润到哪里去了？利润跑到云端去了，跑到账户注册在别的国家的公司去了。而电线、变电所、冷却水、柴油发电机的低频噪音，全部留在原地，收益远端化，成本在地化。爱哭哭右后门，这个是烟火，哇靠，这个东西我第一次看过。这个谢谢爱哭哭右后门的抖内。所以这个问题，为什么资料中心会从科技园区变成地方政治问题？而台湾到现在还说好棒棒，我们欢迎，结果没有人要来，因为它不是冒黑烟的焚化炉，它安静、干净，灯光很漂亮，但是它是一个把好处丢出去，把代价留下来的装置。好啊，物理学的部分讲完了，接下来我们去看钱，而钱的那一段呢，比物理难看很多，你打就知道了。哎，感觉今天早上啊，大家抖内很踊跃。Vanilla 呛说：“各位早安，一早跟上直播，小小赞助支持本频道。难道我们以后都要早上开始直播了吗？”这个蔡不讲武德说：“父亲节特辑要做朱自清看阿爸捡橘子吗？”会耶，而且朱自清为什么写一篇文章，是因为他之前跟他爸翻脸。好，但这个我们课本没有教，我们到时候跟大家讲。Sylvia Chang 说：“支持父亲节喽，支持朱大，谢谢 Sylvia Chang 这么早起来，大家早说嘛，以后。”我们就不是也不是啦，我们就试试看早上直播怎么样，好吗？这个可以看一看，到底效果如何。林氏深渊说，感觉朱大很想做父亲节专辑，支持一下。虽然我感觉无论哪个节日都是商人的敛财行为，心中有爸爸，每天都是父亲节。说归说啊，但是很多人心中从来没有爸爸，看这个不然要怎么办？谢谢 TOTW 说早安哦 ，TO 这么早起，还是他现在时区不在台湾？好，这个没关系，我们继续往下走啦。这个总之，资料中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很惨的东西，就是它已经变成灵璧设施啊，它跟焚化炉、火葬场差不多啊。所以，请大家仔细思考。Ziki 蔡说，曾经有过一段早晨播，对，那个是早晨健身直播，发现每一场固定呢不超过100人，今天好歹有200人呢、令人感到十分的开心。我看看这个 Turi 在 TikTok 那边，谢谢你的抖内 Turi 打招呼说早安，对啊，早安啊。好无聊说，一定是我还没睡醒。早安，来，我们接下来要越过太平洋，来到美国，给各位一个数字，这数字你各位听了可能没有感觉，我帮你翻译。美国5大科技巨头2026年的资本支出合计大概7250亿美金，相较2025年的4100亿美金呢，年增大概77%。7250亿美金啊，用今天的汇率换算，大概是22兆新台币上下。TLTW 说回来了，跑完步正在怀疑眼睛中。哎，我跟你讲，现在我们这个年纪跟这种承担热太阳晒的能力哦，如果早上5点不出去跑，再来就会中暑了。我后来只要晚出门，我都跑不太动，因为太阳实在太烈了，所以。TLTW 说跑完步在怀疑眼睛中没有，而且我早上播，晚上就可以休息啊，这个也是一个测试，好不好？鬼鬼一起健身好像不止100，但问题是鬼鬼在健身的时候，我的镜头不知道看哪边比较好。好啊，先不管，来，台湾一整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是多少？大概3兆出头。也就是说，这5家公司哦，一年拿去盖机房的钱是台湾政府一整年预算的7倍。在听直播的各位啊，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他们有钱啊，他们就有钱，关我什么事？就跟昨天一开始就有网友被我骂说这个东西干你什么事呢？
稀土管制你怎么样？为什么需要担心？他妈，因为如果真的对台湾一管制，我们的中小企业大概会倒一片。因为这笔钱的性质跟你想的不一样。你先看看他们在干嘛，你去看那些新闻照片，就是我后面这些模拟出来的照片。德州的荒野，内华达的沙漠，亚利桑那的红土，一排 CEO 戴着白色工地安全帽，手上呢拿着镀铬的金色铲子，在刚翻过的土上摆姿势，后面是延伸到地平线的钢骨结构跟塔吊。我每次看都有一个感觉，这不是工地照，这是募资简报的封面。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动土典礼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阴柔行为。你要盖一个1000亿的园区，你需要什么？你需要银行相信你，需要债券市场相信你，需要股东相信你。而让他们相信最快的方法，不是给他们看试算表，是给他们看一张照片。哎，你看，我们把土翻开了，铲子插下去了，事件正在发生。所以剪彩越多，不代表机房越多，剪彩越多只代表募资越急。我讲一个判准给各位，这判准你可以带回去用一下子，不是用一辈子，用一下子吧。看一个大型基建案的，是不是真的？不要看动土典礼，要看2年后变压器有没有到货。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些资料中心需要大量的能源，因此需要大量的变压器。但变压器要到最后阶段才能买啊。那这7250亿美金要干嘛？盖出来卖给谁？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了。红杉资本就是最早的时候投资 Google 那个创投，算过一笔账，他们用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你投入这么多资本支出，你需要多少年营收才能回本？把整个产业的实际 AI 营收加起来，跟必要营收比一比，中间的缺口大概是每年6000亿美金。而且这个缺口不是在缩小，是在扩大。同时，麻省理工学院做了一个企业端的调查，结论更冷酷：企业导入生成式 AI 的试点专案，大概95%对公司的损益表没有可衡量影响，也就是我们个人觉得很棒。但是用 AI 会越用越多，越用越多，不是说你用了觉得很方便就好，你会越用越多的。所以各位听清楚，不是效果不明显，是没有影响。在听直播，公司刚好去年导入了 AI 工具的各位，你摸着良心讲，你们公司的财报因为那个 AI 多赚了多少？其实很少。我知道很多人会说啦，这早期啊，网际网络一开始被说是泡沫，盖铁路一开始也被说是泡沫。没错，你的反驳是有效的。我承认铁路泡沫破了，但铁轨留下来。哎，当时铁路公司的股票也被大量炒作过，不是开玩笑的。他结果没赚那么多钱嘛。后面100年整个工业革命都在那个铁轨上跑。但我要提醒各位一件事情，铁轨跟 GPU 有一个致命的差别。铁轨折旧70年， GPU 折旧3年。泡沫破掉之后，铁轨还在；泡沫破掉之后 ，GPU 会变成废铁，因为新一代的卡出来了。所以泡沫破了，但基础建设留下来，这个安慰剂啊，在这一轮不成立。只有资料中心的建筑成立，但那个卡跟机柜不成立。留下来是建筑物，是变电所，是输电线。真正烧掉那笔钱，烧掉就烧掉。哎，等等了，我没有在美国啦。我现在反正早上跟晚上我在调这个直播时间之后，我以后弹性就更大。所以这个我们继续往下讲。
这是今天的第一个等价交换。你要用最快的速度取得最强的算力，代价是你买的东西3年后归零。谁付这个账？答案在下一章。下一章的数字比这一章更难看，因为它根本不在资产负债表上面。这个若愚还说晚上要边喝啤酒吃烧烤看你直播，你不直播我看谁去？干，你吃那么多烧烤，小心致癌呀！来，我们再念一下这个口内 TOTW 说跑回来了，而且 TL 真的很养生，其实已经不是养生了，难怪我上次看到他很精壮，我靠妈，他中午还要再跑。坏掉的 JK fan 说朱大这么坚持，不支持一下不行。虽然当天在时区转换，应该还是无法看到直播，但还是支持一下看父亲节，你要跑去别的时区哦。来，好，我们还是快快乐乐的继续往下讲，因为等下我早上就可以去做运动啦。所以你看啊，资本支出跟年度营收缺口真的很不一样。张哲元说：“朱大早安，鸭脚木蜂蜜好吃。”你看，我强力推荐，它真的就是大人的口味。而本频道现在已经没有不是大人的人。上次有个网友说他买过我的 Steve Jobs 的 T 恤，我说靠妈，那10年前呢，贾博士死掉的时候我做的 T 恤，你竟然有，那已经是高中就开始买。小龙虾其实最早以前是一个吃下水到水沟里面的杂草生物的，叫什么克氏鳌虾。Crawfish 其实不是龙虾，也不是虾，它是一种虫。好，但我不要多讲，今天又不是讲小龙虾的专场。来，我们要讲一个很无聊的会计名词，但是我保证你听完之后啊，看新闻的眼睛会不一样。名词叫什么？表外承诺。我们之前曾经讲过，但没有进一步解释。英文叫做 off-balance sheet commitment。表外承诺的意思是啊，你已经签了字，合约里面规定你一定要付的钱，但是因为会计准则的技术性规定，它现在还不用列在你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面。举个生活化的例子，你去签了一个租约，租10年，1个月3万，这10年你总要付360万，对吧？对，没错。白纸黑字跑不掉，因为合约已经签了嘛，除非你破产。但是在某些会计处理之下，只要那个房子还没交屋，你还没使用，这360万就不会出现在你的负债栏位里面。你的财报看起来很健康，但是那张账呢，1分钱都没有少。好，现在把360万换成6620亿美金。Moody's 信评中心不是那个性别平等啊，是信用评估。他的分析报告说，美国那些超大规模云端业者手上大约还有6620亿已经签约但尚未开始的租约承诺留在资产负债表外面。这个数字有多大？这个数字比这些公司资产负债表上面的负债加总还要大。这就是我们过去做过的生日账单、废核账单系列讲过无数次的同一个结构嘛。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产业、不同的语言，同一种收法，账单只是被隐藏起来，不会消失，它只会延迟送达。林义雄现在在吹冷气了，但是他搞出来的废核现在还在。谢谢 Sven Shen 的donate。Mr. 阿卡赛子说，克氏原鳌虾基本什么都吃，可以来搞鱼菜共生。对啊，而且我也觉得肉那么少，到底吃什么？好，那美国联邦政府用国债把账推给下一代。台湾用能源政策把电费推到3年后，而现在
全球最会赚钱的5家科技公司用租约结构把 AI 的账推到还没交屋那一天。你一定会问，这样算不算做假账？不算，这就是最恐怖的地方，这完全合法。会计准则就是这样写的，因为你不是当年付嘛，那是未来付，所以不好意思不在上面。证管会不会找你麻烦？签证会计师会过，它不是舞弊，它是合法的视觉效果。合法的视觉效果比舞弊危险，因为舞弊会被抓，视觉效果不会。而这6620亿美金什么时候会变成真的？当那些机房交屋的时候，当那些园区通电的时候，从那一刻起，这笔钱会开始一年一年、一季一季的很进你的损益表。但问题就在这，你签的时候啊，是用2026年对 AI 的乐观在签的，你付的时候呢，是用2029年的真实需求在付的。接下来3年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我再给各位一个对照，这个对照会让整件事更清楚。我们上一章讲到 Amazon 这种等级的公司，自由现金流已经被资本支出压到转负。什么叫自由现金流转负？就你赚的钱扣掉你必须花的投资之后，剩下是负数。一家公司自由现金流转负本身不一定是坏事，扩张期的公司常常这样，它在成长嘛，转股嘛。但是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一家已经是全球市值前段班，已经没有什么成长空间的巨型企业上面，而且是为了买一批3年之后就要报废的硬体，这叫什么？忽利人刚好讲反了，是付款未来会先来，营收在那个未来之后，因为你资料中心没盖好嘛，人家不会提前付你租约啊，你盖好了运转了，你才租金才来，但是你的承入成本比那个更早就来了。所以这些巨型企业为什么这样投资？因为这是军备竞赛。军备竞赛的定义是什么？就每一方都知道停下来会输啊，所以谁都不敢停。至于停不下来的终点在哪里，没有人在规划，因为没办法规划。所以在听直播的各位啊，我们节目讲过那么多次冷战，讲过那么多次军备竞赛的逻辑，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次的军备竞赛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冷战的军备竞赛钱是纳税人出的，这一次军备竞赛钱是股东出的，你我出的，债券市场出的，退休经济出的。退休基金出的，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账最后还是会寄到你的信箱，只是路径绕得比较远，绕比较大圈。你的劳退基金、你的 ETF、你的保单准备金里面有多少部位压在这场竞赛上面？我不知道啊，但我知道那些机构自己也未必算得清楚。真相总是商人，而这一次的真相是你以为你只是个旁观者，但你的退休金早就上桌了。所以各位，我们要讲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是 AI 投资是有风险的。Mr. 阿卡塞说，克氏原螯虾基本上什么都吃，可以来搞鱼菜共生，是没错啊。但是这个很妙啊，来这个克氏鳌虾呢？就是小龙虾啦，基本上刚那个狐狸人说，哎，那他会吃同族的便便吗？不会，因为不止同族的便便，所有的东西的便便它都吃，所以它基本上你可以叫它大便虾。克氏原螯虾是机会主义杂食者加碎屑食者，食物选择非常广，活的、死的、新鲜的、腐烂的都能吃。水藻、植物碎屑吃，水生昆虫、小鱼、螺蚌、浮游动物吃，
动物尸体吃粪便，连完全未消化的粪便它都吃，所以你各位吃那个小龙虾吃很开心，我们佩服。哦，Rich Young 7918说，永远记得朱大来马祖高中演讲，那个时候学校比较常找一堆阿萨布鲁的人，硬塞学生去听那些人演讲。朱大那场学校反而没这么做，结果一堆人没听到。哎，我是自己出钱，我把设备从本岛运到马祖去，结果我在下船的时候遇到他们校长来，哎，校长还跟我打招呼说啊嗨，我刚刚讲说我今天晚上演讲啊，要通知大家来哦。结果呢，校长晚上去跟人家吃饭去了。然后全校学生只剩下住宿的人知道有这场演讲，没有人知道可以来。结果那一天来听的人都说很精彩，但是大部分的人不知道。但人生就是这样子，看缘分，看缘分。有啊，那个好像在福州还是哪里，有一个那个小鳌虾养殖场的网友，但是他是在 Discord 上面，他很久没来了，我不知道他现在人怎么样，但是据说他一年可以赚200-300万人民币，然后跟我说讨不到媳妇。我想说，干鱼腥味重一点又怎么样？养小龙虾蛮赚的，各位，不要歧视不同的产业。Dylan Hamilton 说：“你是说小龙虾吗？养的不够，吃得快。对啊，但小龙虾以前是在水沟里面存活，克氏鳌虾很强的，因为它什么东西都吃，它大便也吃，哎，那所以一早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小鳌虾可以吃，但现在养的不够吃啊，就因为消耗量太大。Near Z 0010说，中东被炸掉一个资料中心，对啊 ，AWS 在80。Amazon，但我们的网友 Bruce Wang 他是在阿布达比，所以幸好他应该是一切平安。来，我们讲了第4章，3章讲钱，这一章讲一件钱买不到东西的东西，时间。我先给各位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在整集里面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定在2026年启用的美国资料中心项目啊，将近一半停摆、取消或者无限期延后，一半哦。不是进度落后，是一半没有发生。那些去年拿那个金色铲子拍照的人哦，1年之后有一半的案子躺在那边，钢骨架起来了，锈了，塔吊立在那边，不动了。水泥地板上长出杂草，为什么？我列给各位听，这个几个原因每一个都很有台湾味哦。第一个，变压器，高压变压器的交期从疫情前大约2年拉长到现在变5年，因为大家都要，原来就缺了。现在变5年，没错，真心是5年哦。你他妈国小都快要毕业了，一台变压器要5年 ，AI 模型多久换一代？半年。你在为一个每半年换代的产业等一个5年才到货的零件，像样吗？第二，燃气轮机，大型燃气轮机的订单现在排队时间最少5年。而且注意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反讽的地方，7月22号啊，全球最大的燃气轮机厂商之一公布财报，订单年增88%，在手的订单有1760亿美金，燃气轮机的预订量116个 Giga 瓦。116个 Giga 瓦订单代表什么？代表那条产线被预约到10年后了，所以我买这家公司股票，结果它给我大跌。好，但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讲股票，好不好？这个你想想那个逻辑，它的订单之所以爆满，是因为它的东西买不到，它反映的不是 AI 起飞，它反映的是 AI 盖不动，因为在最上层的燃气就盖不动了。在听直播的各位，这句话我希望你今天带回去。虽然今天是一早直播，但是你听到这个，今天看股市会用不同的角度看。谢谢泰德的抖内，早安啊，你也很早起床。来，
当瓶颈变成资产，就代表这个产业的问题已经不是需求，不是商业需求，是物理问题。EOL 也来打招呼，你知道现在没有抽到会员，真的很刺激的地方。来，第三个，地方政府与居民，美国各州各郡开始出现各种形式的限制。距离管制、噪音管制、环境许可审查加严，暂停核发牌照。这一段各位一定觉得很熟悉呀、那个 CYC Up 说，美国南方美国很多运算中心离住家很近，已经很多人在抗议24小时的低频噪音，还有人发现自己的电费涨价，因为他那个是需求供给的问题。当他需求大量的电的时候，你电费就会涨。除非这些公司保证补贴，但是没办法，没办法。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台湾就常常这样乱啊，因为这就是台湾，就是我们炒了30年的零币政策。因为我们炒的是焚化炉、变电所、殡仪馆、垃圾掩埋场，美国现在炒的是资料中心。AI 在美国已经变成一种新形态的嫌恶设施，它不冒黑烟。不臭不吵，除了柴油备源机组那个低频嗡嗡声，它安静、干净，灯光很漂亮，但居民不是笨蛋，居民会算，我这个 counting 贡献的土地、贡献的电网容量、承担的噪音跟景观，换到几十个工作机会。而他服务的客户在纽约、在矽谷、在杜拜，凭什么我要吃这些污染？再留德州，前进杜拜，这交易划不划算？我跟你讲，以在地居民来讲不划算。但是你不要误会我在反 AI， 不是的，有些地方这个交易是划算的。北 North Virginia 北维吉尼亚呢，是全世界最大的资料中心聚落。资料中心给地方带来的税收非常可观，某些成熟市场甚至可以占到地方政府总收入相当高的比例，可以把它移去降房屋税、盖学校、修马路。那个中国的 DeepSeek、Kimi 为什么说是算力的绿产业？是因为中国的电力太多了，有冗余，所以不会影响到在地的问题。所以资料中心不是天生的嫌恶设施啊，它变成嫌恶设施是因为多数地方只复制了招商补贴，没有复制成本回收跟社区分润。你学到了怎么把人请进来，没学到怎么让他把该付的账付掉。在听直播的各位，你在这里想到什么？你想到跟我一样，你想到台湾的科学园区，想到那些用低价土地跟优惠电价招来的投资，想到那些创造就业机会的新闻稿。我们把这整套逻辑玩了30年，而美国正在学会的那一刻，我们还没开始上呢。这一章的结论很短，在 AI 这个赛道里面，钱已经不是最稀缺的资源了，最稀缺的资源是电网、变压器跟愿意让你盖在旁边的邻居，而这3样东西加价都插不了队啊。来 ，I am Jack Ha 说，朱大早安，各位网友早安，来赞助一个父亲节专题。迷斯阿卡塞斯说，克制元鳌虾基本上什么都吃，可以来搞鱼菜共生。这个风兴说，中国 AI 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慢，不知道是网络慢还是计算慢，根本就是想用也用不了等级。风兴说的没错，现在中方的问题，它的 AI 问题是算力不够，所以大家都在排队。上次不知道是谁，我们有一个对岸的网友，他说他为什么来听直播？因为他的那个 AI 做图做影片在排队，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状况。可是如果有一天中国的 AI 使用不排队了，那你就知道他打破了 GPU 的封锁，或是找到了解决方案。
TLTW 说老朱讲到资料中心停工就不能不懂，终于有人看事实了，加油！谢谢 TLTW。哎，我跟你讲 ，TLTW 是站在产业第一线的人，他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奇怪的是，台湾为什么都在吹？所有的媒体都在吹，太好啦，资料中心好棒，太好了 ，AI 一路往前，那就是没有在这个风兴人在日本，风兴不在台湾，所以风兴的问题是从日本连对岸也很慢。然后那个 Dylan Hamilton 潘先生讲，你们自己用 Kimi 也在排队，所以这个问题有一个挑战，就是 Kimi 最近的算力是不是不够，导致我都没有办法试 Kimi 啊。好，来，这个时候就讲到一个挑战，我们要离开美国去中国了。先讲结论，中国的问题跟美国刚好相反，美国是钱签的电不够，中国是电够了，人不够，不是缺工程师的那个人不够，是缺客户的那个人不够。官方是风兴花钱的用不了，对不对？因为你在排队，那这个就我觉得短时间要解决啦，不然大家到那边吹，就每次只能拿跑分的结果出来，但跑分有个屁用，你不能用啦。Dylan Hamilton 说要绕 VPN 从美国去大陆，那个风兴试试看啊，看你从日本绕到美国去大陆会不会比较开心。我们先看官方数字，好不好？截至2025年底啊，中国建成的万卡级自算集群，就是1万张以上 GPU 规模的算力中心，全国有42个，全国智能总算力达到15901 flops。1flops 我解释一下，这算力单位，一是 exa 10的18次方，一个1 flop 就是每秒100斤次的浮点运算，15901 flops 是一个非常大到人类没有办法在这边听我直播就了解的一个数字。42个万卡集群，各位，这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拿不出来的建设速度。中国就是基建狂魔嘛，没有问题呀。但是然后呢，有一个问题，富比士的报道告诉我们，中国各地有大量闲置的资料中心，里面装满了 GPU， 等着被使用。干这么珍贵的资源，没有人要用，怎么可能呢？我等下帮你解释。你会以为全中国都疯狂抢 GPU， 不完全是。来，在听直播的各位，你脑中放这画面，一栋刚盖好的楼，很大，灯是暗的，一排一排机柜，有的还套着出厂的塑胶膜，只有零星几台亮着绿灯，角落有一个穿深蓝色制服的警卫，坐在一台红色塑胶椅上滑手机。这个画面比任何财报都准确。你看我后面的就是示意图啊。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来解释。我们最近直播都在解释很违反常理跟直觉的东西。原因有3层。第一层呢，训练跟推理是2种完全不同的生意。训练是什么？训练是把一个模型从无到有练出来，需要极大规模、极高互联频宽的集群，而且全世界有能力练顶尖大模型的团队数量不超过2位数，而且这个2位数的顶点是10几家。那推理是什么？推理是模型练好了，拿来服务用户，他要的呢是离用户近、延迟低、随开随用，就是我刚刚讲那个 Kimi 的问题。各地方政府盖的那些集群呢，他们盖错了，他们盖训练规格，因为训练规格听起来威风了不起，写在报告里面好看，万卡1 flops 国家级，但是现在因为已经大部分 AI 开始落地了，真正有需求是推理，我要随到随用，我要快速连接，推理不需要盖在西部沙漠里面。
你盖了一座超巨大的炼钢厂，结果市场要的是超商的微波便当，因为方便。第二层呢，这种巨大级的训练重级运算中心是政绩，不是生意。在中国的地方治理逻辑里面呢，治算中心就是人工智慧运算中心，是一个政治产品，它是 KPI， 是招商引资的成绩，是市委书记报告里的段落。需要有人用吗？不好意思，那个报告不需要。也许15.5跟中央政治局以后，或者是发改委可以加上这个，我要求你要有人用，这样就会有很多小黄图跟小黄片出来。那第三层也是最现实的一层，在现在的出口管制之下，而且是双向管制哦。以前是美国管制，现在是中国的发改委吗？还是商务部准辉达的东西进来？因为要发展国内的需求。也许将来等到华为的晶片到达一个程度之后，这个东西会开放，但目前不开放。所以出口跟进口管制之下，最顶尖的加速卡拿不到，拿到的成本高，供货不稳，所以有些集群盖好的机柜在卡不在，或者卡在，但不是能撑起顶尖训练的那种卡。我们做过 AI 训练那个名单之外那一集哦，讲就是这件事。当你不在许可名单上面，你的算力就不是你的算力，是别人愿不愿意卖给你的算力。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美国盖不出来是因为电不够，变压器不够；中国盖出来的没人用，是因为卡不够，客户不够。两边都在盖，两边盖理由都不是有人要用。美国盖是因为不能输给对手，中国盖是因为不能输给美国，而且地方不能输给隔壁省。这就是军备竞赛的完整形态，双方都在为了对方的存在而生产，而不是为了需求而生产。在听直播的各位啊，讲到这里，你应该会问一个问题：那这样盖下去，中国自己不知道吗？知道啊，而且他们用一个非常官僚、非常委婉，但是意思清楚到让人笑出来的方式，把这个东西讲出来了。那东西叫做算力银行。我们下一章会讲。在那之前，我先讲一个小故事。一家河南的味精厂，当连味精厂都开始卖算力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个模式有问题的。因为那家味精厂比任何一份研究报告都更能说明这场算力大跃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来 ，Dylan Hamilton 说的没有错，没关系的，一窝蜂就一窝蜂，过了一段时间就老实了，慢慢就会筛出王者，最后只有几个地方政府的中心能生存下来。现在是厮杀时刻，这个是明白人。我夸这个 Dylan Hamilton 不是因为他抖内给我，不是，是因为这就是国家的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的竞争模式，国家在练鼓啦。但是我的困扰是我每次指出这件事情，就有一堆脑冲的小粉红说我大中国政策绝对没有错，哪有厮杀，哪有决策错误，干就不是啊，这个叫做冗余。反正中国中方大陆现在有这个弹性，你让他去厮杀，不入修罗场焉得金刚身啊。那现在还在修罗场，不能讲哦。那我最近每次都看到这些傻逼在那边呛，算了，不说。算力是战力，但是要用得上。但我们就来看一个奇妙的东西，来了一家味精厂啊，各位，味精大王变成算力中心。各位，我要跟你讲一个故事啊！这故事如果拍成电影啊，会被说剧本太夸张。河南周口不应该不是北京的周口店，是在河南。1983年成立一家味精厂，1998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是中国调味品行业的第一股。2001年，它是全中国最大的味精生产跟出口基地。
巅峰时期呢，国内的味精占有率43%呢，全国有16亿的，6亿在7亿人口在吃这一家味精大王的味精，味精大王哦，请注意，专业是味精哦。在座年纪跟我差不多同学，你家厨房那罐白色结晶啊，就是啦，你各位可能都有吃过。然后时代变，味精这个东西呢，在传统健康意识抬头之后，销量下滑，公司经营出了问题。2019年启动司法重整，2020年3月重整完毕，换了新的实际控制人。新老板上任之后，开始找第二成长曲线，找了什么？先是做预制菜，想收购自嗨锅，然后是高端饮用水，然后转到智能算力去啦，转到 GPU 去啦。各位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一家做味精、做鸡精、做料理米酒的公司呢，2023年9月27号宣布跟新华3签了一份合约，金额6.93亿人民币，采购330台辉达 H800系列的 GPU 伺服器。隔天，2023年9月28号，上海证交所的询问函就到了。在听直播的各位，你体会一下这个节奏。中国的证券监管单位啊，通常不是一个以动作敏捷闻名的机构，而这件事情快到隔天就发函。2个月之后，河南证监局再补一刀，出具警示函，责令公开说明，而且要求公司每个月定期公告，说明转型算力业务的进展。连监管单位都觉得这家公司需要每月盯一次，结果呢？那个 EIN1002 说靠北一早打开 YT， 突然推 Google 台独吉娃娃歌给我。你要去问林嘉欣，林嘉欣最近很认真在推这首歌。来，故事的后半段呢才是重点。第一个，故事的表面版本叫做漂亮。算力服务营收2023年只有76.46万人民币，2025年成长到1.22亿，从70几万到1亿2千万，翻了100多倍。公司整体2025年营收34.52亿人民币，年增30.45%，归母净利回到母公司的净利3.09亿，年增52.59%，都创新高。新闻标题怎么写？老牌国货跨界转型显成效。第二，故事的真实版本，把财报翻到后面几页。承载算力业务那家子公司，2023年亏21.87万，2024年亏损扩大到1455.74万，2025年亏损再扩大到0.29亿。连亏3年，而且越做越亏。那家公司的整体获利成长哪里来？味精，你已经变成转型成算力公司了，结果你的味精还在帮你赚。2025年味精等氨基酸调味品收入22.92亿，占总营收的66.4亿，食品制造业整体占比超过95%，而且连味精本身都变。公司已经不再大规模自主生产味精成品，主要是向上游发酵企业采购，然后分装贴牌，再对外销售。均价从每吨0.97万降到0.90万，靠降价冲量。主业是贴牌，副业在亏钱，股价靠算力概念。第三，2025年爆雷啦！那一年呢，多笔算力合约终止，总金额总计12.27亿人民币，最大的一笔跟上海某国企签约5年5.55亿的高性能算力服务合约。终止的原因，公司的说法是受到宏观政策影响，市场伺服器供应紧张，价格波动大，上游设备商无法按时交付全部伺服器，于是上下游合作全部终止。子公司还倒赔了200万人民币的补偿金。
怪了。受宏观政策影响6个字，不更正，那不是6个字 ，AI 算这个每次都错干。好，是什么委婉说法？叫出口管制啦。一家河南的味精厂最后卡在华盛顿的许可证上，还有入口管制嘞。第四，真正的账单的底层，我的 AI 最会算这个。2025年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净额从前一年的6.52亿暴跌66.23%到2.20亿，净利成长50%，现金没进来。未来2年还有约7.8亿人民币的设备购置资金需求，融资压力明确写在公告里面。公司董事长本人已经被杭州、芜湖两地中级人民法院实施限制高消费令，被执行标的金额17.18亿人民币。好了，各位下判断了，这家公司没有转型成算力公司，它转型成了算力概念股，而这不是一个个案，这是一个缩影。各位还记得大炼钢厂吗？记不记得大跃进那个时候砸锅卖铁，家家户户把锅子砸了丢进土高炉，炼出一堆不能用的铁疙瘩，但每个人都在为指标奋斗。连算力大跃进的年代，连味精厂都在买 H800。当一个产业热到连味精厂都下场，那不是产业起飞的讯号，那是资金找不到出口的讯号。这个你严端会说啥？一早不运动，我直播完再去运动啊！我一早6点就起床了，好吧？我差一点6点半就直播，但是因为准备来不及。那 Dylan Hamilton 说，合肥投资最近才在长兴储存吃到一大口万亿产业，其他地方政府都把这当成功标杆，乱投资喊成长期战略资本，没有房地产的土地财政之后，前往产业仍是大趋势，因为没有别的投资标的啊。没有别的投资标的啊，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啊 ，Uno 讲的也没错，国内现在注册公司含科技创新这几个字，就是它只要有这几个字就好了，很容易贷款。所以好，你知道现在的问题在哪里了吧？就在这里啊，就在你到底是不是认真的有要赚钱。我跟你讲，长兴投资的赚钱是万中无一，但是也让合肥成了谷底翻身的范例。我们之前就有一集讲核融合的时候，讲到合肥呀、我将来有一天要去合肥，我跟你讲，以前我有一阵子真的常去那个合肥，但原因不是因为我去看核融合园区，那个时候核融合园区还没起来，我跑去中科大，我去中科大演讲啊，中科大学生超聪明的。而且中科大基本上都是仔仔，很开心。来，我们接下来要进到算力银行了。故事一路回到北京。2026年4月，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这应该就是工信部，发了一份文件，里面第一次提出2个新名词：中央动起来，中央要想解决办法了。算力银行、算力超市。文件的意思是支持中小企业把手上闲置的算力资源呢移到存进来，然后由平台统一开发、媒合跟交易。在听直播的各位啊，我请你先不要管这是什么技术架构，就怎么做到不管，它其实有点像 Uber 轿车平台，但什么统一大市场，你只要看一个字叫做存。什么东西需要开一家银行让你存进去？过剩的东西。没有人开一家口罩银行让你存口罩，除非口罩过剩。没有人开猪肉银行让你存猪肉，除非猪肉过剩。这是我做这个节目以来看过最坦白的官方文件。他没有说算力过剩这4个字，
他一个字都没说，但他做了一件只有在过剩的时候才需要做的事情。这就是本节目的专长嘛，当局话术反向解读。Alice 难得这么早来这边听直播，而且他说蜂蜜很棒，对，赞。但红蛋比蜂蜜你现在下单，我下礼拜才能出货，请大家要有耐心，稍稍等一下。只要当局开始建立闲置资源调度平台，就代表闲置的规模已经大到不处理不行了。而且我要提醒各位，中国官方在这个指标上面通常是落后指标。等到部委发文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在下面烧了一段时间。第二个问题来，这些机房用什么电？官方的目标非常漂亮，资料中心的再生能源使用比例要提高到80%。现在多少？2023年的数字是11%，7年之内要从11%跳到80%。电池储存的量一定要大幅提升，否则做不到。各位，我们上一集讲能源的时候，在座的各位可能有一些人重复，你现在听到就知道，真做不到。因为我们节目讲过太多次同一件事，绿电不是凭证，绿电是实体。你可以买绿电凭证，让你的财报碳排归零，但你不能用凭证在晚上7点，在那个没有太阳能的时候，在特定的变电节点变出实际的电子出来。同一批风电，同一条输电线，同一个变电站，在某个时刻能供应的电就那么多。大型科技公司用长约先把绿电锁走，账面碳排下降，但其他产业跟家庭面对的是更少的可用容量跟更高的价格。这叫什么？这叫排挤。排挤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份 ESG 报告里面，因为 ESG 报告只算自己那一个。还有第三件事情，用电总量，2026年到2030这5年，中国资料中心的新增用电量呢，各方估算落在3000亿到5000亿度之间。3000亿度是什么概念？我给各位一个台湾的参照，那大约等于台湾全年总用电量的1倍多。中国要在5年以内替资料中心多生出1个以上的台湾用电量，4激8，4激8。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中国这条线的3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3个面向。第一个，盖了没人用，这是需求问题；绿电11%要冲80%，这是供给问题；要开银行让你存闲置算力，这是制度承认前面有2个问题。一个系统开始建立过剩处理机制的时候呢，就代表扩张期已经结束了。北京比华盛顿早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北京自己就是那个下令盖的人，他最清楚盖出来的东西有没有人用。在听直播的各位啊，你要记住这个时间点，你要记住这个时间点。因为当泡沫真的破的时候，事后所有人都会说早有征兆，征兆就在这里。2026年4月，一份没什么人看的部委文件，4个字叫做算力银行。唉，李玛霞说鸡不带八，文明你我他。我好久没讲这一句话了。好，各位，我们继续往下讲哦。努比也说，早上如果朱台也解台股开盘的话，会不会更多人来？会有，刑事警察局的人应该会来，因为没有那个证券分析师的执照呢，不能解台股。别人还没有很说啊，这大陆真正猛的是长期规划能力，很多东西是提前10几20年的。
所以很多乱象在我们看起来要死人，在中央看起来不过是长期过程中的逆流干扰。新能源车最早立项是1990年，你敢信？我知道新能源车的原因，因为我之前研究过，因为当年是想要弯道超车，因为你在油车或者甚至 hybrid 那个油电车上面绝对无法超过世界霸权了。所以当年的想法是，既然超不过霸权，我就跳蛙式科技，挑到下一个程度。但是 Dylan Hamilton 你也要知道，世界上能学这样子的模式的国家几乎是没有。第一个，你体量要大，你要容许磕磕碰碰、跌跌撞撞，而且长官不会因此而下台。所以第二个，它要必须是一个集权国家、集中权力的国家，不要一直投票，好不好？不要一直投票。对，没执照就会有更多人来了，刑事警察局就是其中之一。来，我先把台湾这场游戏里面的位置讲清楚。全世界那些资料中心里面的伺服器是谁做的？机柜是谁做的？电源供气是谁做的？散热模组、水冷板、快接头是谁做的？台湾呐、我们是这一场 AI 战争的军火商。全世界打得越凶，我们卖的越多。这几年台股那些涨上去的公司，本质上就是这件事。那台湾自己呢？不好意思，台湾自己盖不起军火库。我把前面提过的数字再分析一次给各位看，这个数字值得听两遍什么？台电同意过的资料中心用电申请案总量超过3 GW， 最后超过70%预期没有去申请，案件作废。在听直播的各位，我知道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骂台电、骂政府、骂能源政策，但实际上不是，那个市场就是不存在嘛。如果这个数字只是台电不给电，作废的应该是台电拒绝的案子，但这里作废是已经同意申请人自己没来的案子，为什么不来？有几个可能，我一个一个讲。泰国不算集权国家，泰国是皇权国家。皇权国家比集权国家更没有理由要去做事，因为他躺平就好了。那你可以讲若愚说泰国不集权，汶莱不集权，中东大部分是集权。那你等等，他们的量体有没有中国大陆这么大？它就没有。所以测试本土都没有办法，更别提出海了。来，第一个为什么不来？我一个一个分析。第一个，当初申请本来就是占位，国际大厂评估亚太据点的时候，会同时在好几个地方地建卡位，最后只落地一个，台湾就是没被选中的选项。第二个，评估之后发现不划算，电价、地价、水法规时程算一算，不如去日本、去马来西亚、去印尼。第三，时程等不起。前面讲那个公式啊 ，AI 用月算，电网用10年算，台湾本部还要等电源、等环评、等输电线。等得起的人已经先去别的地方盖完了，所以那70%不是被拒绝，是被放弃，这比被拒绝严重多了。被拒绝代表你还在赛道里面，被放弃代表人家已经不把你当选项了。我在这边讲一句实话，很多人会不高兴。台湾现在的位置不是 AI 强国，是 AI 强国的供应商基本上是农奴等级，农奴等级。这两件事情的差别在哪里？供应商赚的是制造利润，而且是被压缩的制造利润；强国赚的是模型、平台、资料、生态系的利润。我们做过有一集讲细盾，记不记得？做过我们在 AI 禁止名单之外讲出口管制的许可名单，这一集是同一条轴线了。我们现在做的直播多了，已经慢慢连起来了。9NC，好久不见了，早安朱大，你是不是出没时间比较在早上？来，我们台湾生产全世界的算力硬体，但是我们没有算力主权。什么叫算力主权？就是当有一天你需要用大规模算力去做一件对国家很重要的事情，内容很机密，不能到
别的地方训练的时候，你要训练自己的语言模型，你要跑国防模拟，你要做关键基础设施的 AI 防护，你是自己有还是要去租别人的？目前只能租别人，连租都不一定租得到。而且你去租的是外商在台湾盖的，或者干脆连机房都在境外。在听直播的各位，肥尼浩说：“我一大早在听稀土，转台来听直播，你也跳太多了吧？稀土是多久以前的？哦，稀土走私是吧？啊，那就昨天晚上。我这样讲。”台湾一边在那边吹打打滴打哒，我们努力捍卫主权，打打滴打哒，我们是 AI 强国，打打滴打哒，我们抗中保台。来，我问你更难听的问题：如果哪一天海缆出事呢？你的云端在哪？你的云端在你连不上的地方，在那里。我们节目讲过海缆，讲过断网，讲过灰色地带行动。那时候我们谈的是通讯，现在多一层。如果你政府系统、你的医疗系统、你的金融系统，关键运算在境外，海缆断掉那一刻，断掉的就不只是 Netflix， 是你国家的整个运作会断掉。所以，我对台湾的判断跟很多人不一样。真相总是伤人，我们就是讲实话。得意，谢谢你的抖内，就是这个时段直播。我现在在测试新时段直播的可能，所以我认为台湾的问题不是该不该盖资料中心，这个问法太笨了。台湾的问题是该盖什么样的资料中心，盖在哪里，谁付电网升级的钱，利益留给谁，盖完之后算力是谁的。现在的状况是我们连第一个问题都还没有认真吵，就先用一纸行政命令把北部冻了2年。不准申请哦，5 megawatt 而已哦，不准申请。然后在松口的时候说啊，那不然那你搬到电厂旁边去，这叫政策吗？曾文生果然不愧是一个前科犯啊，他讲的东西就是妈虚虚实实糊弄你啊，这叫拖延，而拖延也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我要讲一件公平的事情了，免得有人说我只会骂。拖延是把账单再留子孙。台电的顾虑是真的，北部电网的承载能力是真的。你要一个变电所在2年之内多吐100 megawatt 给一栋楼，工程上做不到。这一段是台电的问题。但我还是要提，他们谁叫你废核四呢？曾文生不是还派人去废核四的辩论吗？你现在呢？现在在那边装圣人、装无辜，说哎，我们开放了，那是因为北部用了太多南部的电，你见鬼了！核四一座就在北部，你把它废掉了，开不开心？开不开心？正常，美国都有人把算力中心盖在核电厂旁边了，哎。那你说有没有戏？有戏啊！但是台湾核电厂废光了啊，你盖什么算力中心？但是工程做不到，物理上做不到，不等于政策可以不做啊。工程做不到的时候，政策要做的是讲清楚台湾要什么样算力，排优先顺序，把成本负担制度定起来，把国土跟电网规划绑在一起做，而不是等2年，然后说啊，渴望有条件调整。我们已经骂2年了。而且没有人记得这件事情，说你又要算力中心，又要变成一个 AI 强国。那个谁谁谁当校长的那一个，不是说我们是 AI 国家吗？那你是 AI 国家，盖不了资料中心，你在开玩笑是不是？不是说国防自主吗？国防自主没有国防 AI， 连不到本土本地的 AI 大模型，到现在没有台湾的大语言模型，你在开我玩笑吗？坏掉的 JK Fan 说：“真的网络没了，我的 AI 也没了，我快24小时不能用 Cloud， 还在想这段时间要做什么事。来，身为专业的万事通事务所，就是帮你解决问题。第一个，去下载 Cloud 的 Dispatch， 让你可以远端操作。第二个，去买机上星链网路吃到饱。我记得星宇有，长荣好像也有，中华航空不知道有没有，不知道。刘俊峰说什么意思？晚上不播了吗？
我在调整测试嘛。那但是如果我的体力可以，晚上应该还会搏，但我体力如果不行，晚上就会休息。我在做1周测试，好不好？这1周就请大家多忍耐。来，这个渴望有条件调整，这6个字里面有几个字是承诺？一个都没有啊！你跟你女友讲说，我渴望有条件调整跟你的婚姻关系，这叫求婚吗？这不是的。只要官方说渴望有条件调整，渴望有条件跟调整就是糊弄你的。这件事情现在没有人负责。来，所以我还是在留一个希望，如果盖不动呢，就上天这个东西到底存不存在？哇，我的抖音直播已经堂堂进到只剩2个的阶段了，但是没关系，2人就2人。来，我们这一章把镜头往上拉到400公里，哎，我马上讲到结论章，这一集不知道是10章还是11章啊，我有点忘记了。来，你应该已经抓到一个模式，地上盖不动了，美国缺电缺变压器，中国缺客户喊卡，台湾缺电网缺共识，怎么办？有一群人给了一个答案：上太空。我先把2026年的进度讲给各位听，这不是科幻，是已经发生的事情。Action Space 在2026年1月11日发射了头2个轨道资料中心节点，发射了哦。Star Cloud 的这家公司啊，在3月拿到11亿美元的估值，并且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也就是 FCC 申请了8.8万颗卫星的部署，申请部署而已，没有真装进去，对应功率规模大概20 吉瓦。第3个，6月，一家成立才5个月的新创公司直接申请10万颗卫星的允许。第4个 ，Google 在6月公布了 TPU 的抗辐射测试结果。TPU 如果放地上，又不是放在核电厂里面，你测试它抗辐射干嘛？那是对抗宇宙辐射，因为有的时候铅板会被宇宙射线打穿。第5个 ，SpaceX 申请的卫星数量是上百万颗等级。在听直播的各位，你听到这些数字，第一个反应应该是兴奋的，第二个反应，如果你有跟我们一起做过那一集 SpaceX 的节目，应该是等一下，那热怎么办？因为在太空中，热传导、热力学第2定律，热传导还是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在讲 SpaceX 那一集的时候，讲过一个章节，叫做太空算力幻觉，核心是一句物理学，在太空热没有地方可以逃。我们再解释一次。热的传递有3种方式：传导、对流、辐射。地球上你的机房靠什么散热？主要靠对流，空气流过去，水流过去，把热带走，效率最高、最便宜的一种。在太空，真空没有空气，没有对流，所以轨道上的资料中心只剩下一种散热方式——辐射。你必须要靠一个非常大的散热板，把热以红外线的形式慢慢的辐射到宇宙去。而辐射散热的效率跟对流比起来是差一个数量级的事情，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你要散掉一定的热，你需要的散热板面积反而大到荒谬啊！他妈跟一个游泳池一样大。你会发现那个卫星上最大、最重、最贵的东西不是伺服器，也不是太阳能板，是散热片。太空给你什么？太空给你不受云层、不受昼夜，在特定轨道上不受影响的太阳能，大约是地面同等面积的好几倍效率，这是真的优势，没有要否认。但是等价交换来了，太空给你8倍的阳光，收走你的空气，而且不止你的散热，你还要付发射成本，每公斤上去多少钱？就算 Starship 把价格压下来，那还是钱。维修地面的机房，硬碟坏了，工程师走过去换一颗。轨道上机房硬碟坏了怎么办？换不了，所以你的设计要有大量冗余，冗余就是重量，重量就是发射成本。
辐射，这就是为什么 Google 要公布 TPU 的抗辐射测试。太空的高能粒子会让半导体出现单粒子翻转，就是被打坏了啦。位元会自己跳，地面上呢1年遇不到1次的事情，在轨道上是天天发生。折旧前面讲过 ，GPU 3年换代，你发射上去的那批卡3年之后过时了，你要怎么升级？再发射一批，那上一批呢变太空垃圾嘛？那我要下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可能会得罪一些太空迷，但我还是要讲，那些天文数字的 FCC 申请案，我们认为它是主要是圈地文件，不是产能规划，他就把那个地先圈了。我有这我还可以卖给别人。FCC 申请的什么？是频谱跟轨道位置的排队申请。你申请10万颗，不代表你有能力发10万颗，也不代表你打算发10万颗。你申请10万颗是为了卡住那个位置跟频段。这个字是老子，好不好？什么叫孝子？妈，我都要做父亲节的专题，我做孝子。所以这在通讯产业是几十年的老把戏了。申请书上的数字跟实际部署的数字中间差好几个数量级，常态。所以当你看到某公司申请10万颗卫星资料中心的时候，正确的解读不是太空算力时代来了，而是有人用非常便宜的方式先把位置站起来，顺便让估值多一个零。在听直播刚好手上有太空概念股的各位，这句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还是要讲。当地面上的专案有一半盖不出来的时候，简报就会开始往天上画，募资就是开始往天上画，这是一个规律，不是这个产业独有的。房地产不好卖的时候，建商的简报上会出现智慧城市；电动车卖不动的时候，简报上会出现飞天车。简报画得越远，通常代表眼前那一段越难走。我要公平的补一句，我不是说轨道卫星资料中心是骗局，它在某些特定用途上，譬如说卫星影像的即时处理，如比那种不需要低延迟的批次运算，是有真实逻辑的。你一样往上把东西都传了，让它慢慢算，划算，但是它不会在2030年之前成为你我用的那个云端太空机房。更重要的是，它救不了任何一个地面上的问题。美国的变压器呢，不会因为卫星上天而提早到货；中国的空资料中心呢，不会因为轨道机房而突然有客户；台湾的桃园以北不会因为太空有算力而突然多出一条输电线。太空不是解放，太空只把账单呢寄到一个还没去过的地址。唉。来讲到这里我们把3个地方摆在同一张桌上面。坏掉了 JK 份说感谢朱大的分享，可惜我是做厦门航空，非厦门转机。为了保 Cloud 号，这段时间还是要开启，到目的地再开启比较安全，只能忍。厦门转机就用 Kimi、Mini M、MX 跟 DS 的。Cloud 封的是乌鲁木齐跟北京标准时区，所以有可能是有风险。好，来，这个云端既然不太靠谱，我们就把3D 拿来分析。Aaron 郭说，突然觉得早上好像自拍镜头画质比较好，其实不是，其实是因为光。我的右手边有一扇大窗户，外面有阳光照进来，自然光永远都最好，所以不是这样子的。那好，我们接下来做3D 对照表还有资料中心概念股的背离讯号。美国是钱不是问题，电跟诚实才是问题。7250亿美金的资本支出，6220亿美金躲在损益表外，一半的项目盖不出来，变压器排到5年后。
中国的电不是问题，需求才是问题。42个万卡集群，1590个 EFLOPS 空楼里面呢，满满是 GPU， 或者是装不满，只有机柜。官方开始借算力银行让你存闲置算力。台湾的2头都是问题，3 Giga 的申请7成作废，禁令2年，松口的条件是搬到电厂旁边。我们生产全世界的算力硬体，但自己没有算力主权。太空呢，不是出口，是续命数，物理不打折，真空里面没有对流。FCC 申请书是圈地，不是产能。上次我们有讲过太空的散热是由史特曼波兹曼定律决定，物体辐射的热量跟温度的4次方成正比。开心吧？跟面积的4次方，好不好？这个就继续往下讲了。来，一句话分析：美国盖的是债券，中国盖的是政绩，台湾盖的是口号。3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单纯盖资料中心。来，我们接下来要分享股市影响线的，不讲台湾，他妈台股现在开始了没？还没开始，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只讲美股、A 股、港股。来，还是一样。你听听我的分析，今天的资料中心概念股正在上演2种背离，看懂这2种背离，比记住任何一个代号都有用。背离1，业绩越好，股价越跌。先看美股的 Vertiv。是机房散热跟电力管理的龙头。7月29号呢 ，Vertiv 公布第2季财报，每股盈余1.52美元，超出市场预期7%，自由现金流暴增234%，来到9.25亿美金，而且全年指引全面上调。营收拉到140亿，年增7%，每股盈余6.7%。年增6%呢，营业利益率23.8%。各位，这考卷简直满分啊！这考卷简直满分啊！那个林志成说，朱大最近的报告不是中国被调度的算力世界第一吗？注意看分母，这跟价格有关。但是这跟成功率也有关系，所以有时间你去深入分析，因为如果你的 AI 效率低，你被调度的次数当然高；如果你的 AI 便宜，被调度的次数当然多，试10次中1次就赚回来。来，结果呢？Vertiv 公布财报之后，股价重挫17%呀！怎么样？哎，老板，我需要钱。哦，要钱？好，对不起，我忘了。然后现在我大概迟到1小时。你迟到1小时了。好，没关系，之后我会先叫你再开直播。现在8点半了。好，拜拜拜拜。好的，各位，在家直播遭遇到一个危机，我忘了叫我儿子起床，于是他就迟到了。于是他刚要来找我领早餐费。那阿弥陀佛，希望儿子不要骂我。来，所以这个我教你看懂讯号了。股价重挫它距离高点5月14号的高点是379.94，距离高点跌掉了大约6%。猜对了，赚更多，指引还往上调，市场照样弹你。我早上通常叫他，因为不然他会睡过头。叫了之后还要给他早餐钱，所以今天没有叫他8点半才起床，他应该7点半起床。那所以各位，你手上刚好有美股这种行情，你应该很熟。当一档股票开始利多不涨，利多还跌的时候，市场跟你讲的不是这一季，是后面3年，他觉得未来有问题。
8月有暑期辅导，所以正常不应该上学，快要结束了。他可能可以跟老师讲说，因为他爸早上直播忘记叫他来，所以等等，同一个问题呢，未来风险在港股跟中概股也发作。万国数据的2026年第一季收入33.67亿人民币，年增23.6%。董事长黄伟说，单季新增签约大概是200 MW， 开局强劲，好开心。全年目标新增 AI 资料中心签约超过500 MW， 而他7月30号才刚发布年度 ESG 报告，可再生能源销纳比例冲到60%，全国资料中心的绿电平均是11%，龙头自己做到60%。那市场为什么宰它？股价照样跌，因为它是问题是未来3年还要再砸300亿到500亿人民币盖新机房，自由现金流又要转负，所以这跟之前的美国投资是同一个问题。至于散户论坛，你看我们一路跑去看A 股跟大陆的股市论坛，我们是不是很认真？国中啦，国中不是高中，高中另外一个还在睡。散户论坛上流传说，资料中心根本不缺，因为国内严重缺卡，机柜上不了架。那这个目前只有在雪球那些投资人讨论区有，单一来源未经证实，所以我把它当作愤怒的发泄，情绪温度计。那同样还有市场流传英维克拿到 Google 定制艺人大单的传闻，公司没公告，核心订单数据仍是市场推测，一样不当论证。但我要给各位一个可论证的时间点，英维克入股，英维克下一份财报是8月25，营收跟利润的缺口有没有开始收敛？那一天就知道。那这是最快实现的一家，请你去看。但无论理由是哪一个，讯号是一致的，资本市场已经在对盖了有没有人用投票，而且投是反对票。背离2，订单满手，利润蒸发。这个背离美国跟中国同时在演。美国那边是燃气轮机，他已经公布了，看我有买这一家好不好？预测之后，它的燃气轮机因为天然气的那个轮机就是很大很重嘛，那做出来之后才能做天然气发电的。结果它的在手订单1760亿美金，订单年增88%。这一家公司好像叫什么 Verona 还是 Bloom Verona 啦。营收110亿超出预期，但调整之后每股盈余变2.47美金，市场预期是3.04，大幅落后。财报当天股价还跌了4到5个百分点，靠北嘞！订单暴涨性成长，利润跟不上。哎呦，靠腰，妈，我不该关冷气的。结果我的 DJI 进入过热保护了，无法充电，快！才1个多小时就过热了，这个 DJI 3是不是太不撑了？快，我们赶快往下走。来，中国那边一模一样 ，A 股的英维克是一冷龙头，已经交付了超过900 MW， 结果呢，市值748亿人民币 ，A 股一冷赛道产业链最完整的。最近的财报呢，营收11.8亿人民币，市场预期是15.9亿，每股
每股盈余0.01元，预期是0.12元，落后预期91.78%，归母净利回到母公司的净利是866万人民币，在前一季是1.23亿。利润去哪了？破产融资的讯息。泰国跟美国工厂的爬坡成本，国内项目结算周期拉长造成的坏账计提，全挤在同一季报出来。公司自己在分析师会上承认订单充沛，但没办法实现更高的发货跟收入确认。本益比155倍，截至2026年7月24日收盘。结果嘞？好啦，其他值得看的名字哦，我们快速带过，好不好？这个美股是哪些？我告诉你，我们质疑什么？所以美中现在都陷在一个困局里面。C909，谢谢你的抖内来。Vertiv NYSE 是 VRT， 它的机房散热跟电力管理，跟 NVIDIA 合作开发800伏的高压直流电源架构。那他手上那笔150亿美金的在手订单啊，下单方正是第3章那一群把租约挂在损益表外的人，订单不是收入，签约不是交割。GE Verona NYSE 是 GEV， 这一股我有买，燃气轮机跟电网设备，前面讲过不重复，它反映不是 AI 起飞，是 AI 盖不动。因为连燃气发电机房都盖不动，靠，害我妈！幸好没有买很多，但是我微软大赚，微软到现在还不知道涨到什么程度，快要涨回2025年10月的高点了。来，还有 Constellation Energy、Nasdaq CEG 是专做核电卖给资料中心。那电厂合约20年 ，AI 产品的周期以月计，中间的19年半的错配。谁承担？还有莲花控股600186，上海 A 股，卫星大王前面讲过了，巨化股份这个很妙，600160也是上海 A 股，这是氟化工液冷冷却液的上流材料，因为液冷液你如果只用水很蠢，液冷液要绝缘不燃无毒高导热。只有含氟化合物同时满足。那质疑的问题是它的渗透率预估是卖方数字，要看实际的招包量对不对得上。那所以台湾呢，的确有在赚钱，伺服器代工、机柜、电源供应、散热模组、CDU、快接头有。坏消息是，军火商就是台湾这边的订单呢，等于是美中两兵 Capex 的。投资啊，就是那个沉入成本、资产投资成本。上面那些背离讯号呢，我讲的是陆股，讲的是美股，会沿着同一条供应链传回台湾。要判断这条线热不热，你就看上游。所以台股其实上游是美股，台股也有一部分上游是陆股。你不用等台湾的新闻稿，看 VRT 的 backlog 转换率跟英文课的收入确认速度就好。那所以都是境外标的。没有讲台湾的个股，没有。我教你分析的是为什么是它，好吗？就这样子啊。来，这个我们马上要结束了，所以请各位思考一件事情。谢明峰说跟上，果真是父亲啊！相同的情况发生在你儿子跟我家老二，没人叫起床就是会晚到。另外，昨天晚上说老大给的手表是 Citizen， 他怎么没给你那个 Swatch 嘞？我以为儿子会说，老爸这有买1送1。我一只 Swatch， 你一只 Swatch， 米老鼠的哦。啊，短时间台湾股市不会倒啦，但是我觉得要趁早出脱啦。你把资产重新整理一下。EOCOO， 谢谢你的抖内贴图。来，我们讲到这里，事情已经很清楚。什么清楚呢？我们今天花2个小时，走过3个国家1条管道，看了7250亿美金、6620亿美金、40万个万卡
42个万卡集群，3个 Gigawatt 的作废申请，一家河南的味精厂跟一份写的算力银行4个字的部委文件。现在我把这一整堆东西压成3句话。第一句，这场竞赛从头到尾没有人在问谁要用。美国在盖，因为不能输给对手，而且资本市场要看到铲子插进土里。中国在盖，因为不能输给美国，而且隔壁省已经盖了。台湾呢没得盖，因为电网走不到，而且没有人决定我们到底要什么。只会有人讲我们是 AI 国家 ，AI 就 BI 啊。我们从第一天开始，这个产业的驱动力就不是需求，是恐惧。恐惧落后，恐惧出局，恐惧被写进那份名单之外。而有恐惧驱动的建设，它的规模不会停在需求的那条线上，它会一路冲到资金断掉之前，也就是在末日狂欢里面，在狂欢之前还有搞头。第二句也是一样，物理不投票，但物理记账。Dylan Hamilton 说这2天日元猛，因为川普出来说我们要扛日元呐、第一日元再跌下去吗？日元要亡国灭种了，好不好？白小肉说：“世界周刊改成朝闻天下，起这么早？”我以前去大陆的时候很爱看在地的卫星台，什么江苏卫视啊、广州卫视，我觉得他们报都也很好玩。好，拉回来，这个物理不会投票，但是物理会记账。你欠他的东西，他都会写下来。你可以开记者会，可以剪彩，可以发新闻稿，可以把估值再加一个0。但是变压器的交期不会因为你的简报好看就从5年变2年，真空里不会因为你的融资成功就长出空气来对流，一度电进去该变成的热不会少1焦耳， GPU 的折旧不会因为你叫它基础建设就从3年变成30年，规则可以改，规律不会改。前面讲什么渴望有条件调整的，曾文生讲那个东西，第7章讲的算力银行，第3章那个合法的表外承诺，这3样东西的共通点是什么？他们全部都是在跟规则打交道，没有一样是跟规律打交道。规律会在你以为事情已经过去的时候把账单寄出来。第3句也是今天真正的重点。这张账单最后会寄到谁的信箱？美国那6620亿啊，藏在表外，等交屋才入账，账延后了没有消失。中国那些空楼了，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跟国企在扛，账换了人扛，没有消失。台湾的7成作废的申请，账看起来没有发生，但没有盖成的代价，10年后是我们得跟别人租算力。太空那些10万颗卫星的申请书是估值叙事，账寄到一个还没完工的地址。最后呢，美国那笔账会透过退休基金、ETF、保单准备金寄回一般人的口袋。你不需要买任何一档 AI 股，你的劳退基金已经在桌上了。中国那笔账呢，会透过地方财政、透过电价、透过那些永远不会公开核销的专案，寄回中国人民的口袋。台湾那笔账会透过2个形式寄回来，一种是电费，一种是10年之后你发现你有全世界最强的伺服器产线，却没有一台是为你自己算的。在听直播的各位啊，我要用一个画面收尾啊，各位最后呢才记得呼吁一下，大家多按赞，反正早上的人就是少，你多按赞也不会痛啊，反正按赞不要钱嘛。所以，我用一个画面收尾。一户人家站在自己的门廊上，天快黑了，橘色的云300公尺外，田的另一边，一栋没有窗户的巨大建筑物，白色的灯整排亮着，屋顶上的散热机组在转，高压电缆从那条建筑拉出来，正好从这户人家的屋顶上方经过。那栋建筑物里面运算服务的是纽约的金融业、矽谷的模型公司、中东的主权基金，电线在他家屋顶上，冷却水抽的是他们那条溪，柴油发电间的叮瓶嗡嗡响是他家小孩晚上听着睡着的背景音。他们拿到什么？几十个工作机会跟一份新闻稿，收益是全球的，成本是门廊的。这就是今天整集的全部啊！各位，最后3句话。
真相是什么？这一轮 AI 建设的规模，从来不是有多少人要用来决定的，是有多少人不敢停来决定。科学告诉我们的是啊，电热、交期、折旧这4样东西不接受编故事，不接受估值，不接受任何一次记者会。而等价交换的部分是，你想要算力，你就得付电、付水、付土地、付10年后被绑定的代价。你不付，就是别人帮你付。别人替你付，账单就会用你看不懂、不知道的形式绕一圈回到你家。云端从来不在云里，云有重量，而重量永远会落在某一块土地上面，通常不是决定要盖的人的脚下那一块。谢谢这个乱世魔羊，哇，早上你也跟得上来抖内，谢谢，谢谢强哥，谢谢云从龙，各位好久不见了，早上又变6个人了。Silent Simon 说太狠了，早上6点45直播还好。来，我们已经把我们的那个狗皮膏药贴出来了，有绿界，有支付宝，有微信，有 PayPal， 这个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请大家有空多抖内一下。哦，等一下，我要看有没有人抖内吗？我在乱点什么别的东西。等一下，有网友抖内的那个微信支付，什么亲说今天抖内早起好消息，鼓励好习惯，首次早班支持，接下来可能要测试一段时间。还有网友，看他真的很够意思他每次都抖，什么照，他特别在备注里面写没有2个字。然后昨天还有 J 什么一，他说第一次抖内抖给认真的猪大，愿我们都越来越好。但你早上没起来哦。那我看看支付宝有没有，支付宝昨天好像有。来，什么什么雅，谢谢你的抖内，然后什么什么泰说补看中小抖一下，好不？支付宝上哎，快！元。正要说好吧，就来了一个支付宝到账。哎，支付宝怎么那么慢啊？来，什么什么学老朋友了，没有留言。说早上写的直播啥？鳕鱼香丝大陆一直都有，但没那么大包的啊，没那么大包的啊。这是 Costco 卖的特别版。好 ，Dylan Hamilton 说微信支持好习惯是我，好啊，以后吗？下个礼拜，下个礼拜我就看看能不能够每天都早上直播。支付宝到账10元是哪一位呢？什么什么云？这个好同学，谢谢你。好啦，莫雨欣说靠那么早，今天不用搬运蜂蜜哦，昨天搬过啦。好啦，各位，今日呢早睡早起身体好，在9点之前直播结束，谢谢大家，好不好？拜拜。因为快